重生第3章愈合。作为高山滑雪者，都会有一个背包。这次除了水和少量应急物品外，马里欧给我们一人准备了一部手台，特定的频率，以便不时之需。我一边向外跑，一边用手台呼叫着马里欧，直到站在餐厅外的开放露台，也一直无法得到回应。呼叫齐浩洋也依然没有应答。我向山下望去，根本什么都看不到，只有白茫茫的一片和微微感到略带潮湿的空气，在头顶阳光的照耀下，让人有一种置身幻境的错觉。就在这时，手台在发出一阵杂乱的白噪音之后，一个急速喘着气的声音正用英文大声的呼救。我听得出那是马里欧的声音。这一瞬间，明显地感到了我的胸口突然一阵冰凉。在我的潜意识里，齐浩洋多半是遭遇了不幸。我有时在想，如果人真的可以重来，哪怕就是回到半天以前，就算只有1个小时，那么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止马里欧带他去挑战盗墓峰的山脊。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在拿生命做冒险。我已记不清是如何回到山下的了。恍惚间，只记得索道工作人员提示我山下依然很危险，能见度非常差。等我见到受了伤的马里欧时，空中依然弥漫着白色的微粒。待到视野稍稍变得清晰，直升机迅速升空，沿着雪崩的路径开始搜救。由于这次雪崩范围很广，有如链式反应一般，拉动了大量附近山体的积雪一同涌下山，对当地的一些小镇也造成了部分的损坏。到目前为止，失踪人员只有齐浩洋一人。看到马里欧魂不守舍地发着颤，我的心里焦急如焚。在这种规模的雪崩中，每延迟1秒钟，就在失去一点生还的希望。我紧紧地握住手台，每隔数十秒呼叫一次齐浩洋的名字，但得到的仍然是没有回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嗓子已经几乎说不出话来。突然，马里欧一把抓住我的肩膀道：“别这样，李先生。”他用一种让我感到十分不舒服的眼神看着我，也许是那种灰蓝色眼睛的原因。很显然他想表达什么，但是话没有说完。我道：“再派2架直升机来。”只见他呆在原地，惊讶地望着我，眉骨处渗出的血迹已延到了脸颊。在我的坚持下，马里欧却没有拒绝，甚至为每架直升机配备了红外线探测器。但是结局仍是下落不明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天上开始飘起了雪花。直至低温带来的眩晕，我一下子瘫坐在了雪地上。其实在搜救队看来，这种规模的雪崩最佳的黄金搜救时间是30分钟，也就是说，超过1个小时，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直到此时天黑，甚至下起了大雪，能见度再次降低，已然失去了搜救的意义。即将到来的新雪会很快再次掩盖，而下面的齐浩洋多半已在低温症中停止了呼吸。但我还是不甘心放弃，
躺在冰冷的雪地里，说什么也不愿离开。直到马里欧将我扶起，用直升机送回了赫曼的家。然而被冻僵的我已经无力反抗。我记得是管家从停机坪将我背回的大厅，灌下一碗热汤之后，我才缓了过来。正当我询问马里欧的去向时，大厅里突然一黑，很显然是有人故意切断了电力供应。只听得管家用法语简单的对我说了一句躲起来后，瞬间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紧接着就是一阵搏斗的声音，听得出屋子里起码闯进了3个人。根据打斗的声音判断，那几个人应该是在与管家僵持当中。我正在分析为何管家会在第一时间让我躲起来时，2声噗噗以及清脆的叮叮声从黑暗中传到了我的耳朵里。我立时反应过来，有人在用上了消音器的手枪。紧接着大厅里变得安静了下来，我的心却扑通的狂跳，只好硬着头皮一点一点地往客房的方向挪动。我按照记忆中的方向，手摸着墙壁缓慢地走着，却听得来自客房的方向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步伐虽然不快，但可以听得出那是一种极为稳健的步态，很显然是受过训练的人。实在想不到是什么人，又是为何而到此。当时的想法是，这应该是奔着赫曼而来，但不确定对方是否会采取灭口的方式。我只能选择尽一切可能避开他们，而不是去冒险。正当我头皮发麻之际，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最佳的去处。之前跟着赫曼一起去过他的地下实验室，而通往地下的电梯正好离餐厅不远，只是不清楚电梯有没有备用电源。想到这里，我只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朝着电梯口移动。就在电梯门开启的那一瞬间，我的头皮快要炸开，不是因为那电梯会发出叮的一声，而是轿厢里的灯光立时照亮了整个厅堂，如果反应稍慢，怕是要变成火把子。我迅速蹲下身体，躲到了金属门后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当当2声，子弹一发打在了即将关上的门板上，一发擦着门缝从我的右手肘部飞过，射中轿厢的内墙，落到了地上。我急得直冒汗，妄想着电梯门能迅速关上，但这是一部自动感应电梯，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操作的按键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我却感到似乎有人也在向电梯门口靠近，而且越来越近。突然，轿厢里一片安静，我才意识到沉重的双层金属大门已经关上了，电梯正平稳地下降。上一次赫曼介绍过他的这个实验室，为了不受干扰，特地将实验室设立在地面以下数十米深的地方。我记得他说一共有3层，负1层是物理实验室，负2层是消毒室，最下面才是我之前到过的生化实验室。电梯轻轻地停住，没有任何声音地将门打开。我只看了一眼，便猜测这是负1层，因为里面的设备与之前看到的完全不同，而且要比负3层的实验室大很多。电梯门轻轻闭合，我缓缓地向前走着，这才意识到我此时多半身处大山的内部，因为这个房子是依山而建，
整个地基就是山体，那么此时的地下空间就必然是在山体之中。这里很安静，温度也很低，我抱着手臂继续走，发现这里的一切我都没有见过。与其说是物理实验室，不如说是世界未解之谜的陈列厅。各种各样奇怪造型的物体，大大小小，让人看着有一种不像是人造物的感觉。倒不是我不感兴趣，而是这些东西让我觉得不太适合去触碰。正当我感觉有些冷，打算找空调开关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了一个扁圆形酷似锅盖一样的东西，中心被镂空，看起来十分精致。这东西我的确见过，上次来拜访赫曼的时候，正是他当时脚下踩着的东西。这应该算是我见过却叫不上名字的物体。我继续环顾着四周，忽然远处一张摆满仪器和电缆的桌子上，一个小东西正闪着湖蓝色的光彩，吸引着我的注意。我心中有种熟悉的感觉，直接快步上前。是它，如此可爱的小东西，它正朝着我发出阵阵呼吸般的光亮。它似乎有种让人着迷的力量，感觉我的灵魂都快要被它吸走。此刻，我想我才算明白为什么齐浩洋要说它愈合了。它已不再是过去的那样残缺的半块，而变成了一块完整的球状玉石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已经控制不住的想要触碰到它，尽管我本意不想如此，我也知道它有辐射，但还是碰到了。那一瞬间，一道闪耀的强光向我射来，眼睛立时被闪盲，除了一片白色，什么都看不到。